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妮妮家的汉堡，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《辛普森一家》第25季第15集。今天家里发生了灵异事件，处处都写着 Lisa 想要一只豚鼠，上至卫生间的镜子，下至浴室的玻璃，甚至辛巴的工位上都贴满了豚鼠的照片。这小姑娘不知道施了什么魔法，她买通了莱尼和卡尔给辛巴吹耳边风，这也就算了，连发给辛巴的表情包都是豚鼠、豚鼠、小豚鼠。辛巴被折磨的没办法了，只得找辛小妹摊牌。她的愿望也很简单，就是养一只豚鼠。她觉得自己再不养只宠物就要长大了，可能这就是和早恋一样吧，再不早恋就晚了。对于养宠物这件事，辛巴倒是没有强烈反对，不过在此之前，辛小妹得签下保证书，大致内容就是她必须对宠物负全责，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喂养、洗澡等等。除此之外，若是她将来成为网络萌宠，所有的收益都归辛巴所有。孩子就是孩子，只要能养宠物，再苛刻的条件她都能无条件的接受。不过辛巴也确实是金爸，女儿刚走就把协议扔进了垃圾桶。全家人来到了豚鼠救助站，这里大多数豚鼠都是被丢弃的实验鼠。接下来就进入了辛小妹漫长的挑选环节，她看看这只，又摸摸那只，就是没说具体要哪只。辛妈见女儿完全被豚鼠冲昏了头，就有些着急，让她赶紧决定选哪只。辛爸在一旁安慰妻子，让她就随辛小妹去吧。无料就这一句话，引得辛小妹更肆无忌惮了，整整一天都在救助站里来回打转。晚上全家人还在这边住了一夜，第二天她才终于确定了一只。交付的时候，救助人员问她要不要再选一只，2只配一起会更好。辛爸听到这话那是如临大敌，抱起女儿和豚鼠就扔回了车里，选来选去最讨厌了。回到家，辛小妹就给豚鼠搭了个窝，不料就在她和小新拌嘴的功夫，小豚鼠就跑不见了。好在这家伙没跑出家门，小新就打算用壁炉夹把它逮住，结果被辛小妹给阻止了，犹豫就会败北。小豚鼠立马从墙洞钻了进去，趴着墙壁仔细听，还有咀嚼的声音。不过这响动是辛爸发出来的。这时沙发上的壁画那边有些响动，接着豚鼠从那画的中间钻了出来。豚鼠是找到了，可是这幅画也毁了，这让辛妈很伤心。她一直觉得看电视得有艺术品作伴，更何况这幅画在家里已经这么多年了，看样子他们只能再去买副新的了。之后夫妻俩来到了眼镜家的庭院出售，辛妈东看看西望望，本来不抱有太大希望，突然一幅美丽的画作吸引了她的目光。那是一幅有房子、有水、有灯塔，又自然又富有人情味的画作。眼镜妈告诉辛妈，这幅画是当时她和眼镜爸分居的时候挂在她单身公寓里的。眼镜爸也说这是一幅很棒的作品，不过他买下来的主要意图是用这铝合金的画框照镜子。辛妈觉得这幅画很不错，但辛爸选中的是一幅摇滚唱片机的海报。眼镜爸见状忙说画作只卖20块，而且买画还送小提琴，小提琴的命运比较凄惨，买回去就做了柴火。好在这幅油画还是被好好对待了，挂上之后辛妈又把相框拆掉了，谁知道这上面反射出过什么样的景象。拆下之后，辛小妹发现了一个签名，欧汉·欧登·沃尔特。她在网上查了一下，发现这人还挺有名的，就告诉爸妈这幅画说不定很值钱。辛妈一听觉得可以拿去估价，辛爸却觉得没必要，原因就是他没听说过这个人。对于辛爸的话，辛妈很自然地选择了无视。他把这幅画拿到了拍卖行，经鉴定这确实是欧登·沃尔特的早期作品，非常有价值，估值大概在8万到10万左右。现在辛爸也不得不承认，老婆独具慧眼，挑中了这幅画。这时辛妈想到眼镜一家一直拥有这幅画，就打算和他们一起分卖画的钱。听到老婆这话，辛爸立刻就惊呆了，连续哇哦了老长时间，才终于在吃饭的时候哇完了，和他们分钱。辛妈觉得这是应该的，因为当时眼镜爸卖的时候并不知道这幅画值这么多钱。话是这么说没错，可在辛爸看来，既然他们已经买下，那么这幅画就属于他们了，可以选择把它挂在墙上，也可以去卖钱。辛妈不同意，因为他们和眼镜家是朋友。得了吧，他们只是儿子朋友的父母而已，但我们的朋友都是那种的，打感情牌不行。辛妈又让丈夫换位思考，要是他们卖东西卖亏了，他会怎么想？不料这时辛爸却看通透了，说是会为他们的好运气感到高兴。辛妈屈服了，就说只给他们25%，但辛爸还是不同意。他觉得如果这样，眼镜一家会非常生气，因为他们拿走了剩下的65%。夫妻俩在院内浇花的时候又谈到了这个问题。辛爸告诉妻子，就算他们把钱分给了眼镜一家，他们也会被那永不满足的感觉吞噬，所以不让他们知道才是最好的。辛妈听了丈夫这话，觉得有点道理。结果夫妻俩刚达成共识，就看到眼镜仔正在树屋往下看。很显然，这小子听到了全部谈话，没办法，只能想办法让他闭嘴。夫妻俩把眼镜仔带去了玩具商城，每种玩具都给他来了一套。不仅如此，辛爸还哄他说辛小妹暗恋他，这下好了，把这小女孩也给得罪了。为了贿赂小新帮眼镜仔做事，他也得到
到了一支玩具枪。这波是孩子们的集体胜利。不过夫妻俩没想到，这斥巨资要求保守的秘密还是败露了。眼镜一家怒气冲冲过来算账，果然眼镜仔的嘴是封不住的。面对眼镜爸的灵魂拷问，辛巴有些招架不住，又开始投靠妻子。辛妈也是言语恳切，说自己是在为他们着想，怕他们知道这幅画太值钱后一直郁闷。我们只是想要体谅你们，体谅？这体谅给你要不要啊？辛巴也被逼急了，说本打算请他们去高级餐厅吃一顿，现在看来是完全没有这个必要了。眼看这两个男人对上了，辛妈连忙劝架，这人是拉开了，不过这友谊可能是回不去了。眼镜一家走后，辛妈很自责，觉得这些都是因他们的贪婪闹出来的。这时辛巴给妻子展示了一张 ATM 的收据，他不知道这是谁的，但这个人的存款有5位数，如果拥有那幅画，他们一家就能像这个人一样数钱数到手抽筋儿，从此脱贫奔小康。晚上全家人在客厅看电视，刚好此时播出的节目是采访眼镜夫妻被多年好友骗走名画的感受。眼镜爸也是毫不含糊，就说感觉被背叛了。节目还把辛普森夫妻俩 P 成了浣熊，并呼吁大众请关好门，藏好你们的友谊。辛爸刚想安慰妻子不会有人看这档节目，突然一个包裹着纸条的石头被扔了进来，上面写着把画还回去。接着又是一块石头，你没有义务跟别人分享那幅画的钱。看样子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分成了2派，之后又有石头陆陆续续被扔了起来。就目前来看，这2派的人数似乎是不相上下。次日，拍卖行门前围了2群人，一群代表赞成，一群代表反对，吵得不可开交。赞成的认为那幅画本就是辛普森家的，然而反对方则说分享才能让社区更强大。一言不合，两路人马又吵了起来。这场斗争让辛妈的心又开始犹豫，你还是认为我们做的是正确的吗？闭上眼睛想想数不完的钱。辛妈没辙，只得跟辛爸进了拍卖行。这幅画意料之中的抢手，刚开始拍就有不少大佬叫价。这时突然有人说了句停止拍卖，只见一个女人出现在了门口，她说这幅画是她的。这女人一进来就和眼镜爸打招呼，当眼镜爸问及她的身份时，眼镜爸的大脑当场就宕机了。爸，他不说自然会有人说。这女人说在眼镜夫妻俩分居的时候，她给眼镜爸当了一段时间的解语花，这下眼镜爸更是什么话也说不出了。这女人说这幅画是眼镜爸偷去的，直至看到新闻他才知道它很值钱。此话一出，眼镜爸倒是马上有了反应，他很笃定地说这幅画就是他本人买的，说这女人在说谎。不管怎么说，这幅画的归属权存在争议，这次的拍卖会也只能暂停。如今眼镜夫妻俩决裂了，辛妈不停责怪丈夫，说他太贪婪，只有刚才那女人拍卖了自己的约会权，或成为最后赢家。眼镜爸被赶了出来，暂居在了辛普森家。辛爸很好奇，为什么那女人要说画是他的？眼镜爸也没有隐瞒，就说他之前和那女人去了一个小岛度假，在那里的一个咖啡厅里，他买下了这幅画。但当天晚上，那女人就和翻伞教练跑了，所以说他跟画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眼镜爸还说要去咖啡馆证明这件事，这倒是点醒了辛爸。趁眼镜爸喝醉了，他马上向妻子报告了自己的计划，他要立即去咖啡馆验证眼镜爸的画，只要能证明画曾属于他，就能证明他现在属于辛普森家。辛妈只觉得丈夫执迷不悟，这幅画都让朕子4分5裂了，为什么还要纠结这钱？这幅画为每个人都带来了不幸，求你了，就此放手吧。那辛爸又怎么可能会轻易放弃呢？辛爸带着女儿来到了那座小岛，他们找了个摊贩，问到了咖啡馆的地址，走进小店，立刻发现墙上就挂着好些画。见到老板，辛爸开门见山向他展示了那幅画和眼镜爸的照片。小姐姐很肯定，确实卖给了他。辛爸高兴坏了，仿佛已经看到钞票在眼前飞舞，没人能阻止我卖掉它，所有的钱都是我的，我爱艺术。这时一个声音打断了辛爸的话，艺术？你了解艺术吗？你甚至都不知道谁画了这幅画。当然知道，是欧汉·欧登沃尔特。错，我才是作者，克劳斯·齐格勒。克劳斯把父女俩带去了画室，说他就是在这里画出了欧登沃尔特。辛爸当然不相信，直到看见他框出了与那幅画一模一样的景象，辛小妹难以置信，你是在伪造画作吗？我是在临摹，这幅是我之前随手画的，是我用来抵酒钱的。在此之前，他已经伪造了许多的名作，并且成功欺骗了世界各地的画廊。得知真相后，辛小妹怒火中烧，你怎么可以抢走天才们换了那么多年呕心沥血得来的造诣？那你为什么只关心那些你认为的名作？美就是美，我的仿制品为世界各地的人带来了快乐。有关艺术唯一的问题是，无论挂在卢浮宫还是挂在校园的新生展区，它打动你了吗？辛小妹被这一席话说得哑口无言，只得承认克劳斯说的话是对的。辛爸不关心艺不艺术，他只知道这幅画现在不值钱
钱了，而且辛巴知道他来这儿一定会找他算账。这时克劳斯表示可以帮他用画作，这倒是个好主意。辛巴让他多画几幅，自己可以给他买酒。后来眼镜妈收到了一幅画的全家福，然后马上原谅了眼镜爸。辛巴收到了一幅和之前一模一样的帆船画，也立刻原谅了辛巴。在帆船画旁，辛巴挂上了那副摇滚唱片机。好在最后的最后，都迎来了好的结局。最后出现的这位画家是西陵人，也是解铃人。若是没有他所创作的这幅假画，或许便不会有这一场闹剧。他对美的理解，对艺术的感悟，或许可以哄得金小妹的信任，却无法诱拐正义与他同行。诚然，美就是美，可仿制出来的打动人心的作品，就像存在即合理一样，让人发笑。若是他当真对自己的作品如此自信，大可以在画作上署上自己的大名，亦或者堂堂正正告诉世人，自己的那些作品都是致敬艺术。如若不然，糟蹋的就不只是别人一生的心血，还有可能破坏艺术市场的平衡，让原创者们更加举步维艰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啦，喜欢的小伙伴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。